我正赶回家过年，妻子菲比却小心翼翼地搀扶着他的真爱，一个恰巧摔断腿的男人，堂而皇之地把一张站票甩到我面前。诺，这是马克的票，你们俩换一下。我没动，他又推了我一把。艾伦，我跟你说话呢，没听见吗？马克腿受伤了，全程站着可受不了。把你的头等舱座位让给他。我终于抬头，目光冰冷地对上他们俩，直接拒绝。这是我的票，凭什么要给马克·福斯特？被火车碾得粉身碎骨的幻影疼痛还在浑身蔓延，我攥紧了拳头。这一次，我绝不退让。菲比没想到我会当众拒绝，尴尬得满脸通红，立刻拔高声音嘶吼起来，确保周围人都能听见。艾伦，马克是病人，他的腿正处于康复关键期。你一个大男人就不能有点同情心吗？你身体好好的，帮衬一下有困难的人不行吗？马克重重地靠在菲比胳膊上，用完好的那只脚可怜巴巴地蹦了一下，睁着无辜的大眼睛看着我。艾伦，兄弟，我不是想抢你的座位，只是你看我的腿真的撑不住。如果有别的办法，我也不会开口的。他说完，露出一个委屈的微笑，活脱脱一副受害者模样。他们配合的天衣无缝的表演，把我塑造成了一个冷血无情的怪物。周围的乘客果然开始纷纷附和，行了，人家都受伤了，就让给他吧，又不会掉块肉。要是我朋友，我立马就让座了。你看他都快求你了，怎么这么狠心？我冷冷地看着这群自以为是的陌生人。用别人的东西做人情，替别人解决问题，却让别人付出代价，永远都这么容易。上一世，我就是在他们的道德绑架下妥协了。被那些话逼得没办法，我和马克换了票。他舒舒服服地坐在我花钱买的头等舱里刷视频，我却被挤在狭窄的过道里站了一路。我试着跟他商量能不能换回来坐一会儿，菲比却立刻打断我，别打扰他，他厉声说他需要休息。我在拥挤的车厢里硬生生站了40个小时。到站时，我已经筋疲力尽，双腿抖得站不稳。踉跄着下车时，我没站稳，撞到了走在前面的马克。他立刻捂住腿大叫起来，艾伦，你疯了？就因为我坐了你的宝贝座位，你就要把我腿彻底弄残吗？我还没来得及解释，菲比就猛地推了我一把，你这个疯子，离他远点。我在湿滑的站台上失去了平衡，摔向了铁轨。最后看到的是迎面而来的火车那刺眼的灯光，最后感受到的是身体被碾得面目全非的剧痛。我的死被判定为意外，这对菲比和马克的生活没有任何影响。事实上，我死后，菲比合法继承了我的房子和所有存款，她和马克搬到了一起，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回忆渐渐淡去，但那种难以想象的剧痛仿佛还残留在骨子里。我看着满世界都是马克的菲比，心中的失望像一道深渊。3年婚姻，我以为我的付出和无尽牺牲，总有一天能赢得他的心，可换来的却是变本加厉的索取和理所当然的命令。那张我曾经觉得美好的脸，现在只让我觉得恶心。我暴毙冷笑一声，票是我买的，我说不换就不换。我的拒绝让菲比勃然大怒，艾伦，你能不能别这么幼稚？马克是病人。哦，我语气平淡，他是病人，那为什么买站票？马克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。我没停下，明知道自己站不了，还买站票，然后道德绑架头等舱的人，要不是知道内情，我还以为这是某种骗局呢。他自己都不在乎自己的身体，我凭什么在乎？我顿了顿，目光扫过人群，你们一个个的，搞得我好像是他爹似的，非要我照顾他。就算他喊我一声爹，我还不稀罕认呢。马克慌了神，连忙辩解，艾伦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这票明明是你帮我买的，你怎么还倒打一耙？他提高声音，故意说给众人听，我让你买票的时候就告诉你我受伤了，可你还是给我买了站票。你到底怎么想的？一个病人怎么可能站那么久？你是想让我的伤更严重吗？他夸张地晃了晃，看起来像是要摔倒。
不得不承认，他反应倒是快，轻而易举就把锅甩回给了我。菲比一如既往地扮演着贴心护士的角色，立刻冲到他身边，让他全身重量都靠在自己身上，别动，会加重伤势的。然后他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，都怪我，不该让艾伦帮你买票的，没想到他心肠这么歹毒。刚才已经安静下来的人群，瞬间又被点燃了怒火。兄弟，别激动，别伤着自己，别怕，我们都在这儿，不会让他欺负你的。接着，他们把矛头对准了我，你这人有毛病吧？给受伤的人买站票？有没有良心？看你长得人模人样的，说不定还是大学生，怎么能干出这么卑鄙的事？我面不改色地承受着他们的指责，看着紧紧依偎在一起的菲比和马克，嘴角勾起一抹浅笑。哦，这么说，是我做错了。我突然转变的语气，让所有人都愣住了。知道错了就好，赶紧把座位让给人家。一个乘客催促道。就是，做件正确的事很难吗？我的目光一直锁定在菲比和马克身上，没错过他们交换的那一瞬间的胜利眼神。他们以为自己赢了，以为能抢走我的座位。想得美！就在大家以为事情要平息的时候，我的声音再次响起，慵懒而拖长。确实，马克是让我帮他买了票。人群一脸困惑地看着我。他只是忘了一个小细节。他给了我$100，让我买一张$500的头等舱票。我猜他觉得我的信用卡就是他的私人提款机吧。我摊开双手，语气里满是疲惫的讽刺。所以，大伙说说，我是该自认倒霉当他的慈善家，还是该当这个冤大头给他付车费？刚才还怒气冲冲的乘客们，现在纷纷看向我，又转头看向马克。他立刻低下头，不敢直视任何人的目光。我夸张地叹了口气，看，我知道你们都是有同情心的人，我也不是什么怪物。如果你们当中有哪位好心肠的愿意给这位病人让座，我现在就把这$100转给你。我笑得一脸和善，毕竟他是病人嘛，我相信这里肯定有人愿意帮忙，对不对？车厢里瞬间安静下来。一旦涉及到自己的舒适，他们的义愤填膺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没人愿意做亏本买卖。只有菲比还坚定地站在马克身边。艾伦，别想道德绑架别人，这是你的错，凭什么让他们来收拾你的烂摊子？我冲他笑了笑。原来你也知道什么叫道德绑架啊？对你用就可以，对别人用就不行，这双标的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我们的争执终于引起了列车员的注意，火车马上就要发车了，请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他严肃地说。突然，马克瘫倒在地上，脸扭曲成痛苦的模样。哎呦，哎呦，我的腿！妈了，站不起来了。列车员立刻冲过去。先生，您怎么了？马克抬头看着他，眉头紧锁。我受伤了，还在康复期。而且我已经站了好久了。他挤出几滴冷汗，呼吸急促而慌乱。菲比抓住机会，把我从座位上拉开。列车员毫不犹豫地扶着马克坐到了我的头等舱座位上。可紧接着，马克像被针扎了一下似的猛地站起来，一脸痛苦地看着我。不行，我不能坐。他不会让我坐的。他脸上满是恐惧，语气却十足是在告状。这一招果然奏效。列车员现在完全站在他那边，死死按住还在夸张抗议的马克，转头皱着眉问我，这是你的座位吗？我平静地点点头。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。先生，帮助有需要的人是基本的人道主义。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给老弱病残孕让座。你怎么能这么自私？这位先生是病人，我们应该主动帮助他，而不是冷眼旁观。让他坐一会儿又不会怎么样。如果每个人都像你这么冷血，我们的社会还有什么人情味可言？人群纷纷点头附和，这人也太固执了，就是不肯帮忙。是啊，我们跟他说了半天道理，他就是不听。还好你来了，女士。没道德的人就该好好教训一下。菲比还在火上浇油，真没想到，他们还是朋友呢，连个座位都不肯让。
列车员用更加震惊的眼神看着我，你们认识？那你就更过分了，怎么能这么冷血？看着自己的朋友受苦却无动于衷。你算什么朋友？票是我买的。我简单的说。马克立刻插话，扮演起高尚的受害者。女士，我知道你是好意，但如果艾伦不愿意，我也没办法。我还是去站票车厢吧。这话一出，列车员的保护欲彻底被激发了。他用力把还在演戏抗议的马克按回座位上。好了，你就坐在这儿休息，没人会让你走的。马克看着我，眼里闪过一丝胜利的光芒。好吧，谢谢了，艾伦。我很感激。他递过那张站票。列车员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。走吧，回你的车厢去，火车要开了。然后他匆匆沿着过道离开了。菲比立刻坐到马克身边，开始给他剥橘子，临走还不忘回头命令我，艾伦，你在那边要是有什么需要，随时可以回来找我们。周围的乘客纷纷称赞她是个好女人，对她的话表示赞同。我站在过道里，手里攥着那张没用的站票。马克脸上的痛苦早已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灿烂的笑容。你看，一开始就乖乖让给我多好，害得我站了这么久，腿都麻了。菲比柔声哄着他，他就是脑子有病，别跟疯子浪费精力。马克得意地看了我一眼，直接从菲比手里咬了一半橘子。在外人看来，他们分明就是一对夫妻。回想起来，我和菲比的婚姻从头到尾就是一个笑话。她为了钱嫁给我，却把爱给了马克，真是个好妻子啊。我又看了他们一会儿那令人作呕的恩爱模样，然后转身离开了头等舱。我走到餐车，借了一个小扩音器。我打开开关，录了一段简短的留言。